我前2天想不開呀，在家嘗試了一下醒獅蘇，好家伙，差點沒給命搭了。這玩意全網也沒有一個特別完整的教學視頻，於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無數個視頻，然後自己拼了個制作流程。問題我也不知道哪來的自信，我當時就覺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這個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這種無知的力量，我開啟了長達1周的翻車之旅。從開蘇到組裝，我就沒有一步是不翻車的。這一塊是我開出來的最好的蘇，這一塊是我捏出來的最好的詩。就如果這個行業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話，那我憑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反面素材。真的，我這車都翻出花來了。我中間看人說溫度太高也容易失敗，於是在10幾度的氣溫下，我把家裡所有的窗戶都開開了，給我凍直拉了尿啊！我這臉都凍得沒血色了，但依然沒耽誤我繼續翻車。這幾個是我這幾天炸完之後唯5還能成坨的東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還有一個戴墨鏡的，你说这都什麼玩意兒？這是。後來我服了，我發現我肯定不能獨立完成這個事兒了。於是我們背起行囊南下瀋陽，找到了醒獅蘇的創始人武陽。然後既然是拜師，也沒空手去，正好快到國慶節了，給老師帶了2箱經典娟山有機奶，這都是珍稀的娟山牛產的奶，每100毫升裡就含有4克的原生乳蛋白，新一代有機，而且還是披荊斩棘2的哥哥同款，好喝還有營養。然後我們到了之後，就先把在家折騰那些過程給老師看了一眼。老師看完之後說了一句話，我差點沒崩潰了。他說：“你們之前在家的所有嘗試啊，除了活着全是錯的。”完我尋思既然都這樣了，那就從頭開始學吧。然後在這過程中我發現這個酥皮點心是個非常嚴謹的事兒，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連最基礎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講究，就更不用說開酥了。我擀了14個小時的皮兒才學會了怎麼開這次用的直酥和圓酥。然後當我能持續開出這樣水平的酥皮之後，我以為我離成功已經很近了，直到老師告訴我，如果想要炸出來的酥非常蓬鬆，那需要在这個1×1的半圓柱體上切下起碼42到50刀。我當時看完那演示之後，我直接人麻了。我尋思我要能練成這個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兩肉啊。但這事也沒有捷徑，就只能一點點練。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練，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調整的地方。在經過了幾天備戰高考的日子之後，我終於捏出了一個正常模樣的醒獅蘇。然後這個炸的時候也一點沒翻車，炸完為了讓它更有神，我們還給它畫了個眼睛。當我看到這個成品的時候，我眼淚都要掉下來了。這幾天過得跟做夢似的。我看了那麼多教學視頻，也沒有一個人告訴我這玩意兒需要舍命幹呢。後來我飄了，趁熱又做了個醒獅蘇 Plus， 配色也重新調整了一下。而且這只醒獅蘇上，吳老用酥皮在後腦勺還給我提了個名字，順便還教了我怎麼讓這個顏色能更有層次感。這現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獨一無二的狗送醒獅蘇。後來我還偷着學了一下天鵝蘇和鮑魚蘇，但時間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練了。後來畢業打包的時候，我看這些東西特別感慨。我倒不是想說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發現當這個東西被拆解了之後，我們好像就剩下了複製上的操作難度，但是卻忽略了一個這麼複雜的東西從無到有的設計會是一個多麼變態的過程。所以真的很佩服這些手藝人。然後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個決定，我把最大那個醒獅蘇給他倆吃了。我其實睡醒之後也挺後悔，但我想開了，酒只有開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對於美食博主來說，它最好的歸宿也許是報班，但對於美食藝術品來說，它最好的歸宿啊，一定是進度。